今夕何夕兮，剑中中流。今日何日兮，得与王子同舟。山遥木须，路遥知。星月讯息，知人不知。山遥木兮，路遥知。心远去兮，去不知。去不知。哎呦，岳长当心！此事我一人担当就好，你何必跟着掺和一起受罚呢？岳长不该替小婿把罪责都担了去。虽不与我，时若奔四，老夫老矣。以后拱卫大宋江山，侍奉皇上，就靠你们年轻后辈了。可就是不知老夫这一走，这以后是否还有机会踏入这宫门一步？岳长言重了，皇上只是一时震怒，但岁比之事处置妥当了，消了气，定会再找岳丈回来的。对对对，老夫现在就去都亭驿问问，今岁各州府应送的绢帛是否可有早到的？你去左藏库看看，库里是否还有上品。快去快去！好，岳丈慢走。娘娘，张公公来了。奴婢见过娘娘，不知娘娘召奴婢来有何吩咐？皇上还在御书房训斥仲成公吗？是的，回娘娘，皇上已将诸位大臣赶出御书房，这些大臣还跪于殿外。殿内现有寇相、韩国公和曹太傅等人。公公，娘娘，让苏一姐把那辽使拦下。这去吧。是娘娘，奴婢这就去。从东京城到新城需要多少时日？需要3日，若快马加鞭，1日便到。那便是说，明日此时，那耶律留守便已在新郑城祭拜轩辕帝了。陛下，此事万万不可。如今那辽人已与我大宋结下盟约，并称兄弟之邦。若再让他们赴新郑祭祖，只怕辽人仍不善罢甘休，不知道还会提出什么要求。太傅此话对朕说又有何用？陛下，眼下要紧的是如何阻止耶律留守。那些奏臣失态严重的话，免了吧。陛下，耶律留守虽勇，然他们仅有数人数骑，以臣之见，可以派犬马军将其拦截在半路之上。那之后呢？拦截之后是杀还是发？陛下，之后可派遣人将其押送回辽朝。这又会挑起一次争端。寇大人，
你有何良策，不妨直言啊，不必在此冷言冷语。陛下，臣尚未想出两全之策。不过陛下，臣想，澶渊之盟乃是我大宋将士与百姓用生命换来的，凡是关系宋辽邦交之事，需谨慎对待。陛下方才说了，现在无需寇相再陈述这些无用之词。却辽人生性刚烈，对于耶律留守，万不可用强。那寇相倒是想出个软法子来啊！朕不想再听到你们无谓的争执。桑爱卿，不妨与朕直言，到底有没有能阻止耶律留守的办法？元范，可有主意？回皇上，臣弟无能。朕告诉你们，这太平里还流着朕皇儿的鲜血，但朕不想以血祭血，更不愿做那再次挑起宋辽争端，而陷万民于水火之中的罪人。此时，那耶律留守应已出了东京城，明日此时，朕要听到那耶律留守被劫于新郑城下。朕不管众爱卿以及殿外的大臣们用何种方式，都务必给朕达成。而且，兵不血刃，若是明日耶律留守击败了轩辕帝，那我大宋的君臣们便不必再相见。陛下。上将军，请留步。俺若不留步，莫非苏大人要跟本将动手？望圣明，圣德之治，故曰望天下矣。朕自登基以来10余年，博得匪功，于社稷未见寸功，于万民未施恩惠。然澶渊一战5年，死伤将士百姓无数，诚然朕之罪也。今辽人欲击败轩辕始帝，若其攻城，朕至死无颜面对先祖。不若早去冠冕，于先祖灵堂前戴罪。陛下，陛下万万不可啊！陛下，陛下。
陛下罚我等贵在此处，又有谁去拦截那耶律留守啊？怕是此时此刻，人早已到千里之外了。难道韩国公有主意了？哎，怎么没见苏大人呢？本宫当初为陪我儿，也曾在辽朝住过一些时日，知晓辽朝人大多性情耿直，少见像上将军这样心思缜密。娘娘差人把本将拦下来，难道就是为了羞辱本将不成？上将军真是多心了。本宫只是想说，辽朝与我朝缔结澶渊之盟，时势应当彼此善待之。若如娘娘所言，就不该阻挡本将去拜祭轩辕帝。本宫并非想阻拦，只是想请问上将军一个问题。就为了一个问题，你就把本将拦下来？敢问上将军，你去祭拜轩辕帝，执的是什么礼？自然是天子之礼，亦是臣下之礼。帝之故居，新政在我中原。若辽朝视其为天神，那辽朝之天神始于我中原。若上将军以臣下之礼祭拜，岂非向我中原称臣？澶渊盟约虽立，然辽朝实不必对我大宋称臣。本将可代大辽皇帝执天子之礼。上将军脚下所踩，乃我大宋疆土。那辽朝之主，岂非成了失地天子？你大胆！大胆！陛下，陛下，寿安来了。别进来！上将军不必动怒，本宫方才所言有无道理，将军可细细忖量。上将军先入皇宫，将祭拜之事坦然告知，可见将军此次所来，并非为战而来。这盏酒，本宫敬将军，敬将军不辞辛劳，更为将军的两难。本将没有什么可两难的。娘娘果然是非常女子，怪不得我朝太后对你甚是赞赏。萧太后文韬武略，凤翔于9天之上，能与萧太后相交，实乃本宫荣幸。这是我朝太后托转交给娘娘的，本来是待大事办妥之后再请见娘娘，没想到娘娘还是先了本将一步。有劳上将军。
这是我的吉儿穿过的锦衣。人各有命，还请娘娘节哀。此封书信，该是由韩大人代笔。这信末的16字，定是太后亲笔所书。太后煞费苦心，千里迢迢，将吉儿穿过的锦衣，让上将军带给本宫，慰藉本宫思念之心。这份情谊，我不能不报。上将军，本宫想亲自为萧太后缝制一件凤袍。缝制凤袍，诗经有云：“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琚。”还望将军成全。这个也不是不可以，可是这时日上，本宫方才所言，将军也可趁这几日。姐姐，皇上在太庙跪了2个多时辰了，谁的话也不听，你快去看看吧。陛下，三郎，耶律留守，臣妾留下了。你说什么？臣妾欲为萧太后缝制一件凤袍，耶律留守应允臣妾在东京多等5日。天不欺我，大宋。传陛下口谕。诸位大人，请回吧。诸位大人，请回吧。臣谢陛下求安。公公，请问是不是有人将那耶律留守留住了？寇大人猜测的不错，是德妃娘娘。这些辽人目前已安置在了都廷驿，暂时不会去往新郑了。满朝文武啊，竟然不如德妃娘娘一人。帝王，生物之主，心意之宗。三郎，你是天子，上承天命，统御万民，去冠冕戴罪之事，不可再有下次了。言而可知，
朕归于祖先灵牌前，心中是何计较？明日一早，朕便会发一个急诏，令驻守在新郑的禁军将耶律留守一行人拦截住，如遇抵抗，格杀勿论。好在事情没有坏到那般地步。那是因为朕有婴儿。5日之期虽不算长，但臣妾相信，足够你我找出一个万全之策。但愿皆如婴儿所言。给你放这里了，记得要抓紧这些。好。母亲，大姐，碧如来了。才数月未见，妹妹倒是生出了这般多的礼数，瞧着愈发像三司使夫人了。大姐又取笑我，母亲，你们俩呀，一个做了主母，一个也该嫁人了。好，这从小斗嘴的毛病怎么还改不掉啊？大姐，你该选配夫婿了。那么多嘴，我可不急。母亲和大姐也是接了德妃娘娘帖子进宫的吗？正是。朝廷官员的女眷大多都到了，就连宫里的许多娘娘也来了。不知德妃娘娘把我等召到此处，究竟所为何事呀？德妃娘娘驾到！参见德妃娘娘，德妃娘娘身万福。都快请起。谢娘娘。今日请诸位前来，是有一事要诸位相助。娘娘有何事，但讲无妨。即使不眠不休，5日之内，我等定当相助娘娘将凤袍缝制完成。六儿在此，谢过诸位。不敢当，娘娘客气了。好了，时间紧迫，我们开始分工吧。是。原来是要给辽朝萧太后做件凤袍啊，亏他刘娥想得出来。是啊。据说那德妃便以此为借口，将那辽人留在了东京。皇上更宠幸了他的侍女，他便迫不及待地要做些什么，引起皇上注意。这德妃娘娘也不是那么清高，视宠爱为平常了。此刻内外命妇们都被德妃召到了上衣库，她也差人来请了娘娘。娘娘。昨夜寿安在太庙跪了太久，好像受了风寒。待会儿去太医院找皇太医过来瞧瞧。
听见没？是。那奴婢就去回了德妃那边，说寿安公主染恙了，娘娘要照顾公主，脱不开身。去吧。是。娘娘，这是上衣库所有可用于缝制凤袍的棉线和棉布。这些锦布材质都不错，但纹样都不是我想要的。看来凤袍的锦布还需要重新制。本宫会把纹样都绘制出来。是，娘娘。娘娘，老身观这些五彩线，色彩鲜艳有光泽，且捻度适当，该是可用的。是啊，娘娘，若是棉线也需新纺，时日上怕是更赶了。二位夫人所言不差，娘娘，这纺线将线上色晾干，至少需要1、2日的功夫。碧琴，在。去取皂角、沸水还有烛火来。是。皂角沸水泡过，不褪色。焚烧无味。手捻成灰。确属上品，可以用来缝制凤袍，不用再纺线了。是，娘娘。娘娘聪慧而博学，真是令我等大开眼界了。夫人过誉了，这只不过是在民间学的。接下来这5日，还劳烦夫人及诸位鼎力相助。是。今日初几？回陛下，今日初2。又过了1日，初5，耶律留守便要启程前往新郑，只剩3日。众爱卿有何法子，可阻止耶律留守前去祭拜轩辕帝？德妃已替尔等多争取了5日，难道尔等便要如此这般干等这10日过去吗？还是说，尔等就指望着后宫粉黛替朕分忧，来保全我大宋的颜面吗？陛下，那耶律留守在我大宋境内祭不祭拜，还不是我们说了算？大不了便与那辽人再次开战。大不了，战事一旦开启，你韩国公父子可愿为我军先锋？为国尽忠，臣欲犬子，愿肝脑涂地。为国尽忠，韩国公父子的忠肝义胆，怕是不适合那战场吧？倘若又发生益州城事件，危急关头，朕怕是无将可遣，无兵可调。陛下，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。其下攻城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是为上策也。此事应当用谋，而不是用兵。太傅此言甚是，而朕如今就是需要这个谋。太傅可有良策？老臣还未想到。陛下，臣有一计，不知可否一试？爱卿快说。澶渊之盟时，臣曾在辽营待过数月，知晓耶律留守。此人好剑术，且极喜与人比试。然此人心胸狭窄，每场比试须得取胜，若输，则定要再比下去。爱卿此话的意思是？臣以为
我们可寻人与其比试射柳，设法令其输。以此人之性情，必不会轻易离开。且不说曹大人出的这个法子，如何能让耶律留守输？还须得一直输。曹大人也说了，此人善剑术，更何况曹大人如何保证耶律留守因为输剑便一直逗留东京？他身上可奉有他们辽朝皇帝的皇命啊！陛下，臣以为曹大人此计并非完全不可用。辽人凶悍好斗，以那耶律留守尤甚。如此一来，至少可以为我们多争取些时日来谋划，即便1、2日，也会大有改观。尔等说的有些道理，照其而行，此事便交于你2人去办。臣领旨。文样已绘制好了，来。本宫想要大襟，领口、袖口均为宽边，这样显得大气一些。但是图案要略有不同，主纹样为凤舞9天，主体为火凤凰，其次为彩凤。彩凤之间可加以牡丹点缀。牡丹的色彩宜素淡一些，否则就喧宾夺主了。这事就交给玉茹去办吧。是，娘娘。照着这个纹样，赶紧把锦布织出来。是，娘娘。许尚福，这个图案，美人娘娘，有何吩咐啊？前些日子你们送给我宫里的秋衣，似乎不是时下最新的样式，且颜色又红又绿的，穿着俗气。你们是在欺负本宫性子好吗？娘娘，今日送去各宫的衣服都是金穗新采制的。那你言下之意是本宫在瞎说了？奴婢不敢。我看你们上衣库啊，平日里做事散漫，并且爱嚼舌根子。本宫得跟皇上好好说说，请他下一道旨，好好管教管教你们。上衣库管教不严，奴婢愿受娘娘责罚。璎珞，发生了何事？上衣库不用心办差，我替皇上好好管教管教他们。德妃娘娘、美人娘娘，奴婢以后定当对上衣库严加管教。上衣库上下只会用心办差，绝不参与散布无谓之事。许尚福，起来吧。既是无谓之事，以后多加注意就是了，不必过于自责。谢德妃娘娘、美人娘娘，奴婢稍后差人将金穗所有秋衣款式送到娘娘宫里，供娘娘挑选。美人娘娘，我人美心善，胸怀大度，便不与你多加计较。着你好好帮我姐姐缝制凤袍，将功补过。谨遵娘娘教诲。你呀，姐姐，你不要骂我，谁让他们之前乱传谣言的？佛祖可有应了你的祈愿？参见陛下。朕听闻，朕昏迷的那些日，你每日都在此跪上许久。夜里，你在月光下跪拜着，可都是为了朕。佛祖听到了臣妾的祈愿。姐姐，皇上都醒了，婉儿姐姐为何还要在佛堂祈福？难道是之前许了愿，还得还愿？别在佛祖面前说笑。都入夜了，婉儿姐姐也不知晓回宫，还要姐姐亲自来送披风。那是
婉儿姐姐和皇上，我们回去吧。佛祖在上，朕愿折寿10年，祈求佛祖保佑我大宋国泰民安，江山千秋万代。哎，你要做甚啊？我去请婉儿姐姐到上衣库帮着缝制凤袍。哎呀，好啦。是我让婉儿养着身子，不要踏进上衣库的。可姐姐没让她和皇上一起拜佛祖啊！皇上也真是，姐姐在这里没日没夜的替他分忧，他倒好，和婉儿姐姐亲热去了。住口！本来我还担心皇上会因为那晚的事不再理会婉儿，如今这样也挺好的。婉儿能够再得到皇上宠幸，如若能再怀上皇嗣，岂不是皆大欢喜吗？姐姐，皇嗣就这般重要？重要。好，璎珞明白了。那我们不去打扰他们，我们回上衣库缝制凤袍。上将军承让了。来，再来过。且慢。哎呀，上将军呐，你的剑术如此之高明，在下佩服。二位大人，今日这天色已晚，要不明日再比试？不行，善剑者必目力绝佳。苏状元剑术高超，夜间事务定如白昼，有何影响啊？上将军，下官不是不依你比过，只是你我已赛了5场，然你赢了3场，本将军输了。下官只是怕再这么比下去，局面还是如此。你的意思是，本将军不如你吗？当然不是，上将军神勇难挡，下官只不过是一介文弱书生，头巧险胜了1场，但是现在感觉体力已经很匮乏，若是再这样比下去，恐怕是力不从心。万一上将军以为下官是故意相让，岂不轻视于你？哎，苏大人所言极是啊，要不带二位大人回去养精蓄锐，明日再比也不迟啊。即便上将军不体谅苏大人之辛劳，也该怜惜胯下这神驹，不是？也罢，本将军也不想胜之不武。苏状元，回去养足了精神，咱们明日再战。多谢上将军体谅。没想到这耶律留守剑术竟然如此之高明，幸亏苏大人技高一筹啊！不瞒你说，这辽人常年生活在草原之上，体魄比我大宋之人要强悍很多。要再这么比下去，本官怕是必败无疑。还多亏曹大人解围。苏大人今日辛苦了，快些歇息吧。就此别过。
老爷，老爷这是要去哪里？回夫人，老奴也不知啊。皇上不是不许爹上朝吗？他为何还这般穿戴？这是要去作甚？玉莹，你跟过去看看。哦。管家，你也跟去看看。哎，好嘞。快啊！老爷。爹。老爷。爹。老婆。要去哪里啊？老爷。爹。在早眼光过，为水波生夜，春朝雨寂静晨雪，正安发。只轻轻杨柳，有诗情盼热，安然，只有后悔身世切。歌君一杯酒，歌一阙，叹人生最难欢聚一离别，切莫自斟醉，听取阳关者，念故人，千里自此功名月。沉醉，听取阳关者，念故人，千里此次共。